大家好，我是小王。大峡谷国家公园南峡这个地方，哇，今天太阳非常的大哈，但是呢气候也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在11月份的时候来到了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南峡，很多人会说呢，天空步道比较美，但是说实际话呢，南峡真的来过之后，它比较天然，真的值得你一来大峡谷的南峡来看看哦。很多人也许不晓得大峡谷非常的大，大峡谷国家公园是在南缘，而天空步道则是在西缘西边跟南边这两个之中呢，如果要选一个去呢，其实去了一个就可以了哈。那去过一次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其实两个景观当然很类似啦哈，但是因为西侧的大峡谷呢拥有了天空步道，所以它的名气因此而起来。但是真正震撼的景观、原始的景观、天然的景观，其实是在大峡谷的南边。那来到这边呢，其实不止啦哈，北边也有啦哈。其实北边、南边、西边都有哈。但是因为呢太难到达了，一般就不太会再去讲到北边的大峡谷哈。那这里也被列为很多人认为呢，大峡谷的景观呢是你非来不可的一个地点。大峡谷的南缘呢，其实就如大峡谷的地形般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印第安人的图腾，他的介绍然后走到了这个 Hope Point，那来到这边可以看得到很多特别。属于这个 Garden View 的 Point 这一些特别的视角还有包含这个 Capsule 小小的画了非常多的印第安人的图形那这一些呢都是让我们呢值得来探究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叫做 Watching Tower， 就是大峡谷里面其中一个点。这里面有好几个点呢，我们可以下来在里面走走现在在 Watching Tower 里面的内部四季就有不同的风景哇，有没有？其实现场看到的感觉当然震撼，因为镜头毕竟它能够带来的某一些地方呢是有限的那我们这一趟走的大峡谷的南，还有大峡谷的西。南边、西边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来。镜头有时候没有办法把深远之间的那种震撼感觉把它全带来但是呢，绝对值得你一游。科罗拉多大峡谷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科罗拉多高原西南部，总面积近3公里。我们不可能一眼看遍大峡谷的全貌，所以呢，我们会在南峡、西峡、北峡当中呢做一个抉择。但我们这一次来到了是南峡跟西峡，因为我们将从南峡前往西峡搭乘直升机。南峡跟北峡由美国政府开发为国家公园，
离拉斯维加斯距离真的比较远一点，而西峡呢，距离拉斯维加斯是最近的哦，差8几公里哦，所以你就知道呢，它有多大的落差了吧？还在南峡哦，只是搭了车在其中它几个比较重要的景点呢停下来哦，然后呢这里呢再往另外一边过去呢就是北峡啊，但是北峡呢比南峡高出300多米啊，游客更少到了哦，而且呢冬季冰雪封路哦，每年只有5月到10月中才开放哦。北峡的景色更壮观，但是呢要到达它呢更难了啊。那南峡呢，总是呢令人心旷神怡了哈。大峡谷的历史，美国作家 John 1890年游历了大峡谷之后写道：不管你看过偌济路，不管你看过偌济山，你拢会感觉大峡谷仿佛只能存在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星球。科罗拉多大峡谷也简称我们一般全名我们把它叫做科罗拉多大峡谷啦哦。但是大部分大家都会讲说，美国大峡谷啊，那大概的这样哈。在这边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为什么？太震撼了，这些地形怎么来的啊？每来到这边，总是耳边响起了 John Wayne 或者是这个克林斯威特的这一种西部的这种音乐啊，有没有啊？13世纪印第安人开发这里，其实印第安人也是这里最早的主人。科罗拉多大峡谷，早在呢4000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了，现在还有土著印第安人、山区部落、华拉派生活在这个地方。华拉，很多人说印第安人，其实印第安人里面还分了很多的派系啊。那华拉派意思是指呢松树人，传统领地是沿着大峡谷南面160公里的范围之内呢，都是他们哦。你说啊，那远不远？当然远了哦，已经半个山了哦。16世纪有一个叫科罗拉多的人，为了寻找传说当中的7座黄金城，从遥远的地方不识千里的跋涉到这里，发现了大峡谷。科罗拉多大峡谷之名呢，也就因此而来，叫做科罗拉多。那印第安人的传说则是说，大峡谷在一次的洪水当中形成了。当时上帝化为人类，为这个鱼跟鳖啊，那避免遇难，所以当时的印第安人至今呢都不吃鱼哦。实际上，刻凿大峡谷的工作呢，并非一朝一夕而成功的哦。这里的地形地貌经过了10亿年的演化呢，到现在，那科罗拉多的历史呢，也是印第安人斗争史跟失败史。这里曾经发生大量在这里的血腥大屠杀，也发生过印第安人与其他野生动物的厮杀，也发生过印第安人内部的相互厮杀。更惨烈的是，印第安人受到外来人群的残杀。然而，科罗拉多峡谷并不是征战留下来的伤痕，而是这个科罗拉多河的杰作。这些河也在大峡谷上面留下了河流的痕迹啊。
那在这里呢，曾经有一位独贝上校呢，在1869年率领一支远征队，搭乘小船，从未探勘过的科罗拉多河上游，一直航行到大峡谷的谷底。在这次航行的过程，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而他们成功了。他们将这里写成了一本游记，随着这个游记广泛的流传，大峡谷就从此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进入了美国政府跟百姓人们眼中所了解到的一个风景名胜。这几次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几乎在行程能够安排的直升机，我们可以的话，做得到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都安排在内啊。只要在这个整体总团费在允许之内啊，我们就会安排这一趟旅程来去搭乘。为何呢？很简单哦，搭乘过后，你将会了解到它令人开心的一面哦。我相信搭直升机是很多人向往的一刻哦。那我们这一趟来到了大峡谷，我们从西峡谷要搭直升机，其实南峡也可以搭啦哦，南峡也可以搭，但我们这一趟呢，从西峡搭，就传统的西峡谷哦。当然，我们等一下也会再到玻璃桥去哦。这一趟的旅程呢，我们将是怎么做呢？坐直升机，搭乘直升机飞到科罗拉多河大峡谷上面去看整个地形。再从这个地形呢往下看，去看什么呢？去看科罗拉多河。到后来呢，这个直升机呢会停在科罗拉多河，我们在科罗拉多河呢再来游船游科罗拉多河。哇，这个听起来很怎么讲？很复杂了吧？但这一趟旅游呢，价值了8000到1万块台币之间哦，整趟的旅游啦，整趟的旅游。所以开不开心？我很开心啊。直升机其实飞上去之后呢，看到的呢会看到国家公园。如果你不搭乘直升机，基本上呢，西峡并不代表国家公园内哦，而是属于印第安人保护区，不一样的哦。
那当然飞的直升机从高空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哈。那还可以看得到玻璃桥啊，这一些都是西峡不一样的感觉。有坐过吗？应该有很多人来过西峡了。有飞上去过吗？不一定哦。这一趟美西5大国家公园，你觉得震撼吗？每一年、每一次、每一趟，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摄影师所拍出来的感觉，当然也截然不同哦。那希望每一次的摄影、每一次的拍摄方式，都能够带给你们震撼哦。前面被做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重量的关系哈。但是呢，我依然尽可能的把整个搭乘直升机美丽的风景画面拍给大家了哦。不多说了，我们 just look 就看就好了。为什么？看看我们的直升机之旅。有没有感觉不一样啊？有没有感觉很特别啊？有没有感觉觉得不虚此行啊？来哦，直升机下降了，下降在可以下降的地方哦。这里每天呢生意非常的好哈，有时候你不提早个几天预约呢，都还预约不到，你懂吗？这里就是西峡谷的搭乘直升机之旅哦。下次有机会了，连美西我都来安排个骑马之旅哦，这个赞啊哦，来。停靠下来之后呢，一台接着一台哈，你看看哦，行李有喝咖呢啦哦，这就是旅游啊，观光业啦哈，这就是政府呢懂得去发展这个观光财务吧。哎呦，这每天真的哈还排班呢啊，真的下来之后，我们呢要去搭船哦，科罗拉多河。这里下直升机之后呢，继续游览我们的这一趟西峡谷船呢不多艘啊，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要呢在这边呢等候科罗拉多河的船只啊。这一趟的旅程呢，其实是在直升机飞到这个峡谷的直升机了。开始在这个峡谷来电呢游览，穿梭在这个科罗拉多河，这是一条位于美国西南部、墨西哥西北部的一条河流，长度呢大约有2333公里。它的流域呢涵盖了美国的7个州及墨西哥的2个州。整个科罗拉多河大部分都是在美国的境内哦。主要发源于美洲大陆的分水岭 Rocky Mountain 的西部。那科罗拉多河也是科罗拉多州 Rocky Mountain 落基山国家公园的支流，它流经了俄亥明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等等呢，还有犹他州、亚利桑那州，不管它的支流或干流，这样子哈。那当时呢，在1540年呢，第一位西班牙的探险家探索并记录了科罗拉多的河流河，这里也是美国西部的峡谷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比较壮观的河谷景观之一。长久以来，
在地形啊，强风啦，被水侵蚀啦，被这两者切割出最后色彩缤纷的这个大地备受世人的喜爱。所以科罗拉多河的河景呢，在每一个段落都有每一个段落它不同的样貌不要看这个水里面都是黄泥土人家说水清则无鱼这里面的鱼呢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一趟的旅程最主要的是呢，除了去看看大峡谷的地形是被科罗拉多河切割而成，上亿年以上才形成这样的景色，同时性呢也代表了什么呢？也代表着呢，我们来到了科罗拉多河流，因为从峡谷上面看呢，还降落到峡谷地里面来呢，去做什么去坐船的游览看到没有？还有很多他来养了好多他吃饱了，找到胃口了。August， look at that， 看下 August， 8月。美国的头那边景加州阳光整个呢，在美国西部呢，最不缺的就是日照了很多人觉得热是，我应该是说很晒为什么呢？因为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太阳比较无情但实际上因为干燥，所以它并没有来得那么的热常在节目上讲的就是因为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潮湿的气候，使得往往我们对于干燥的冷跟热呢，比较没有办法体会得到但是现在因为越来越多人出国旅游，所以慢慢的也知道什么叫做干冷湿冷了科罗拉多河呢，切入了大峡谷之后呢，全长大概有217英里宽度从河谷的上面的高原，切割出峡谷的断面一直蜿蜒的进来，呈现咱今嘛所看的 V 字形向下限缩的样子所以在这里呢，别小看这个河流，在晚上的时候，其实这里可是很冷的这里的日夜温差气温呢非常非常的大那科罗拉多河与一条来自于内华达州的维珍河汇流，形成今日的内华达州以及呢亚利桑那州部分的州界加州跟亚利桑那州的州界就以这个河为主那在这里呢，包含了前面我们看到的马蹄湾然后佩吉村一路下来呢，到达现在的呢大峡谷，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全部呢都是依照我们现在搭船所游览的这个科罗拉多河。那这样子你就知道这一条科罗拉多河呢，你看看呢，它孕育出有多么的特别的美国历史呢？发源于 Rocky Mountain 的科罗拉多河全长2000多公里流经美国7个州，那一直呢流入了墨西哥境内的加州湾北端的小岛，入海之前呢，冲击出一个小岛，所以呢，它叫做是什么呢？蒙塔古岛。理论上，科罗拉多河的入海口在墨西哥。你觉得这样子来讲，这条河流长不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长美国境内的科罗拉多河涵盖了很多的大水坝，很多的大水坝呢，也依赖着科罗拉多河的水。几乎把90%的河水呢引走了，去灌溉呢哪里？去灌溉在这个区块的农地甚至呢送到拉斯维加斯的喷水池所以你知道吗？贫富差距马上出来10%的水流就流到了下游跟墨西哥
在看节目的当下，有没有觉得坐直升机很好玩啊？真的，从高空俯览，整个地理景观感受就是不一样啊！能够来到这边呢，遇到天气好，刚好也安排的妥当啊！你看，美国人对于这种管理还是比较严谨的他会依照体重依照各方面帮你安排呢，你人要坐哪边，人要坐哪边必须要稳这个直升机飞起来要稳你别再讲无稳所以你看因这个航空业这个发展有多么的旺盛，你不要小看这个直升机这直升机你要去经营它还不容易嘞第一个，每飞一趟直升机需要耗的这个油资它的成本代价有多高？你想想看那重点来了你还要拥有这么多的观光客愿意来跟你捧场，愿意来做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有时候没有看到也不会有感觉，看到以后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当时应该来的，对吧？来，我们回去欣赏美景来还是一样欣赏一下飞上来这个整个美国西部峡谷风貌印第安保护区如果呢说把南峡跟西峡把它拿起来两边都去看完之后呢，你当下的确你就会发现很大的不同多大的不同呢？你就会发现景观其实不太一样西峡谷基本上叫做印第安保护区。我们现在在西峡，所有的人呢坐上 bus 我们坐上 bus 因为这里面呢你没有办法开自己的车，你一定要坐他们的接驳车。那西峡谷，我觉得他把他做的观光产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我说观光产业做得非常的好呢？它的景色如果硬要跟南峡比起来呢，真的没南峡的美你是说有比较啦没比较当然不会还是觉得很漂亮所以你说多厉害它这个地方的景点呢，虽然呢没有美的超过或正壮观性没有超过了这个南峡
但是你想想看，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啊？他却可以做出这样子啊，像什么直升机的旅游，其实南峡也有直升机旅游啊。你看看还是美啊，只是说如果要跟南峡比起来啊，去过南峡才会可以比较哈，没去过当然还是美啊。那当然这里最有名的也就是弄了这一个大峡谷的天空步道啦啊。那这个天空步道呢，全世界的天空步道可以说是几乎都是由这里出来的啊。它是印第安保护区内的第一个人工观光景点，世界上第一个空中玻璃悬挂式的景观走廊，它一炮打响了名气，全世界几乎都有仿照美国大峡谷的天空步道，以一个 U 字形建构于峡谷的悬崖边缘，最远处距离悬崖边20公尺，下方呢就约有1200公尺的壮丽峡谷及底下我们刚刚所游览过的科罗拉多河。你看这旁边很危险哦。讲真的哈，每一年都有好几个人掉到这个峡谷底下去哈。为什么？在美国这是这样的哈。他们这个峡谷呢不会围这个栏杆啊，但是他们一入口处的时候呢，就已经告诉你了。因为讲真的，他们认为这个峡谷这么美他用了人工的栏杆给你围起来，那整只就破坏掉了所以他们国外是这样，他们警示标语在门口就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再摔下去，黑林大会逮起这美国人是这样他们派动直升机来救你，还要花钱的嘞。那直升机我说过了，它其实可以不一定在这个区块做美国可以做直升机的地方非常的多这个天空步道呢是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照相的你必须现场在桥上自己去买为什么他们要现场由他们的公证人员来帮你拍当然了，第一个是讲安全再来一个呢是收费的问题嘛，就这么简单天空步道由出身上海的美籍华人商人呢金鹤所构思出来的结合拉斯维加斯的工程设计团队呢，在2004年的3月开始建造，在07年初完工，耗资了4000万美元那天空步道也是所标准的，我们常在讲的叫做 BOT 建案，所有权呢归这个瓦拉派部族，出资新建的业者呢，你有25年的经营权经营权完毕之后，你就必须呢还给了瓦拉派部族所以你说这商人头脑好不好？当然好啊！你看前面25年的营收呢，他已经收完了剩下呢再丢给瓦拉派部族这个考验着之后的瓦拉派部族他的管理能力及维修能力了所以你想想看商人聪明就是在这边天空步道向外延伸的主体结构是 U 字形的钢索钢柱啦固定两脚打入石灰岩壁的14公尺轻嘛他用了很多的钢材呢。然后再来呢，用了10几公分的透明玻璃做地板跟两侧的围栏强度呢可以承受时速160公里的8米强风及发生在80公里内的瑞士规模8.0的地震不过为了安全与观光品质，这里呢只能同时允许120个人进入。
想到这个印第安啊，你就会想到哥伦布啊，一个跟这个国家民主一点关系的名称都没有，只因为哥伦布呢以为呢他发现了印度啊，所以呢就把它叫做 Indian 啊。其实呢，这个名字跟这里呢，跟 America 呢，美洲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是呢，也事到如今也都是叫他印第安族的啦啊。那在这里呢，这里的印第安族呢是属于瓦拉派的印第安啊，这里都是保护区呢，这里不算是国家公园，叫做保护区。西峡谷严格来说，整个都是保护区。那固定的餐厅也只有这个地方，非常简单式的餐厅啊。要挑没得挑哦，因为进来就这么一家餐厅呢，你必须得去适应它啊。所以啊，出门在外啊，我们呢多多少少呢还是带了一些干粮啊在身上啊，以免这个饮食不一定适合你啦，或者是呢有时候车程过远呐，可能会耽误到用餐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自己自备的一些食物呢拿出来啊，因为有时候呢，很多人说啊怎么不找好一点呢，就没有办法啊，在这里面呢。能够找的餐厅就这么一家，这国家公园呢，不是你想进来开餐厅就能够开餐厅哦，差别是在这边啊，你看看啊，旁边都没有围栏的，所以不管是任何一个人来到大峡谷，在摄影的时候，在录影的时候，在拍照的时候 ，anyway，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都要很小心啊。那美西之里呢，其实车景非常非常的多哦，沿路上大部分几乎都可以看得到哈，在开车，在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也是美西5大国家公园的特点之一。看看，这就是大坝。当时拉登要把这个坝给炸掉，你看看这边那个水落差是不是更大？看到没有？我们那天走了葛兰坝，那现在呢，这个坝顶上不准走我们大坝以及拖拉库，所以特别做了这个桥。那天我特别跟大家介绍过，你看到没有？小轿车它即使这里是休息站啊，刚好啊，我们的 Rudy 停了个休息站啊，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水库啊，他停了个休息站，可以看看美国的峡谷厕所，呵呵也可以怎么样呢哈？也可以刚好看到佛佛水坝，也可以看得到什么哈？看得到这个景观，然后还有这边直升机。非常的旺盛非常畅行，非常的旺盛非常的棒这也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美国就是这样子直升机空中之旅呢到处都是，从拉斯维加斯、LA 哪里都是